喜欢玩游戏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在辐射系列里有一件几乎贯穿了整个废土世界的标志性的装备 Pip-Boy BB 小子，这个是向避难所居民们统一配发的万代式个人终端。你在游戏里是绝对离不开它的啊，因为它是内置了地图导航啊、任务记录啊，包括物品管理、生命体征，还有辐射监测等一系列的这个系统。甚至于玩家还能用它在战斗当中激活 VATS 系统辅助瞄准啊，在废土这种枪林弹雨的环境中，也能获得一次暂停思考的机会啊！这么酷炫的装备，要是只存在于辐射的游戏中，就太可惜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决定把这台经典的万上电脑真的给它做出来。Atom bomb baby, sweet as a plum, carries more wow than uranium. When she kisses, there's no hitch, 0 hour she turns on the switch. Atom bomb baby, little atom bomb, I want her in my wigwam. She's just the way I want her to be, a million times hotter than TNT. Atom bomb. 怎么样？这个实物确实还是挺酷的吧？其实把这个 BB 小子变成真正的电脑啊，这件事情我们大概在5年前就已经想做了。当时我是买到了一个辐射的官方周边，这个 BB 小子的手办。这个手办不仅长得跟游戏里的 BB 小子一模一样，而且它是可以通电哦，真的可以拿来用啊，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型啊。你可以真的把它点亮啊，里面集成了像是看时间呀，包括也可以拿来听 FM 的收音机啊，对吧？这些简单的功能啊。那这个手办呢，其实是内置了电池的，并且有一个简易的开发板，所以我就在想啊，这个不是万事俱备了吗？对吧？把它这个开发板换成一个 PC 的主板，岂不是它就真的变成一台小电脑了吗？哎呀，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啊，毕竟我们没有那几百万的预算去定制一块 PC 的新主板啊，能做呢，其实也就是把现成的笔记本主板移植到这个 BB 小子里。那我们量了一下它的内部空间，发现好像根本就没有哪台笔记本的主板小到可以放进这个里面，而且也没有什么地方能放得下大的电池。没办法，我们要不还是自己动手，从外壳开始重新设计得了。我们根据辐射游戏里的 BB 小子原模型重新建了一个模，把屏幕这一块稍微抬高了一点，以便给硬件留出空间。其他的部分也为实用性做了调整。那我们先用 FDM 3D 打印一个塑料样品出来看看好了。你还别说啊，这个曲面结构看着复杂，做也还是能做出来的。像这个铰链部分呢，我们做出来也能顺利工作啊。不过到时候翻模成金属件，就不能用 PLA 这种脆弱的材料来做铰链了，得加强一下韧性啊。那自己设计外壳的好处啊，就是终于可以比较舒服的规划这个机器的内部空间啦。我们专门留出了主板的位置，但是还是得考虑这个老问题啊，就是给它用什么机器的主板呢？我们翻遍了各种笔记本啊，还有掌机之后啊，就发现有一个机器特别合适拿来改装，就是 Steam Deck 啊。当你把 Steam Deck 拆开之后，你可以看到它的主板是非常非常小啊，就这么一条，对吧？正好就适合塞进我们这样的小空间里。而且你知道吗 ？Steam Deck 光是有这块主板，你不接它任何副板，也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像我们需要的 USB Type-C 啊、M2 啊，甚至是 TF 卡槽，全部都集成在这个主板上面了。这对于我们的改造来说可太重要了。那我们单独把这块主板拿来用啊。那这里是它电源按钮的引脚，我们通上电，然后短接一下，你看单用这块主板就已经能够正常开机了，对吧？相当完美啊。我决定用 Steam Deck 来改造之后，还是有不少现实问题要解决的。首先就是散热。Steam Deck 的原装散热模组和主板是平铺的关系，这样还挺占面积的。在我们 BB 小子这点空间里，平铺是肯定铺不开的。但对于厚度没要求的话，堆叠式的散热应该还是有空间能做的，所以就得改造一下 Steam Deck 的散热啦。坏消息是啊，按照辐射的原著来说，这个 BB 小子它是一个低功耗可穿戴的设备，它是没有主动散热的风扇的，机身也没有留散热的通风口。但好消息是，它这个是全金属外壳，对吧？所以我们想办法把热量导到外壳上就行了。这个时候又体现出 Steam Deck 的优势，就是 CPU 的功耗很低了，游戏里最高也只有15瓦，所以我们用 CNC 加工出了一块250克的紫铜中框，直接整个覆盖在主板上，再把这个中框连带主板贴到外壳上，把热量导给铝合金外壳。
与此同时，我们还是在这块紫红的均热板上稍微开了一些散热槽啊，装了一个小风扇进去啊，就算进出风受限，也能尽量稍微通一点风吧。然后电池这一块，我们本来是打算拆一台手机，用高密度的硅碳负极电池，或者直接原始一点，用一个18650的电芯啊，或者是21700之类的电芯并联来做的。但是多个方案试下来都不及 Steam Deck 的原装电池好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用了现成的主板，那么电池的充放电算法呀，还有保护板的 IC， 这些都是厂家专门调过的，自己改装就会面临充不上电呀，还有电量识别等等各种问题，解决这些就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有点没苦硬吃了啊。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就用它的原装电池，然后改我们外壳设计来容纳它的原装电池好了。主板散热还有电池方案都确定之后啊，就可以把它金属外壳给做出来了。我们先拿 FDM 打印件作为12法的模具，经过倒模浇铸之后呢，就得到了有金属质感这个 BB 小子的铝合金外壳。有一说一啊，这电视剧版的辐射里呢，用的就是这种金属原色的 BB 小子，这看着也挺像那么一回事的啊，就是稍微表面粗糙了一点吧。所以啊，我们就决定先做一下喷砂，平整一下表面，然后再做喷塑烘烤，形成平滑的漆膜啊。做了土黄色和军绿色2个版本。这喷塑呢，它就不像喷漆那么脆弱，而且你喷上去之后啊，它有一定的漆面的厚度，可以盖住这种不太平整的表面，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啊。那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接口了。Steam Deck 的主板上只有一个全功能 Type-C 接口，考虑到它的内屏是走私有协议的，要想换别的屏幕啊，就很难用得了主板上的内屏口，所以屏幕的信号也得走这个 Type-C。如果还想同时提供数据和充电呢，我们就得设计一个精简的拓展坞集成进机器里了。我们找了一个基于 CS5268芯片的转接板来做拓展坞，转出了 HDMI、PD-in 充电，还有 USB 2.0。有了 HDMI 之后啊，我们就得看看用什么屏幕了。实话说啊，2026年想要找到一个能接在 PC 上用的小型的4:3屏幕，几乎不可能啊，所以呢，我们就找了一块5英寸800×480分辨率的16:9的一个小屏幕，然后通过软件裁切加上物理遮挡的方式，实现了4:3的效果啊。其实它的有效分辨率呢，就只有640×480啊。你可能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寒酸啊，但我感觉还挺符合原著的啊。这么小的一个 CRT 电脑，用这么低的分辨率，那也不违和嘛，对吧？转出来的这个 USB 也有妙用啊！原著的 BB 小子集成了一些控制开关啊，比如旋钮啊、波轮之类的，我们决定都给它还原出来。通过3D 打印做出旋钮和支撑件，然后我们接了一个 ESP32的单片机，接通2个编码器，通过编程实现了2个旋钮的输入控制。这在电脑看来是相当于接了个手柄，大旋钮上下旋转对应方向键的左右，点按确认；转小旋钮呢，点按是返回，对应上下。这样在 SteamOS 里啊，就可以直接用旋钮来操作界面了。剩下这个 PD 充电功能，我们就把它引出来，做在这个接口上。原著的 BB 小子大概用的是核电池啊，是不需要充电的。这个接口是用来和终端机通信的。但是很可惜，现实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头子拔下来，对吧？接上线充电，好像这么设计也挺合理的吧？那最后我们再3D 打印一些零件出来，补充一下细节啊。那么全部安装完毕，这一下我们这台 BB 小子就算是大功告成了。由于这个铸造的全金属外壳啊，咱们这台 BB 小子重量可是一点也不轻啊，戴在手上绝对能给你练就麒麟臂。哎呀，我已经不敢想用起来有多酸爽了。来启动一下看看。这个第一次启动好像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啊，在这玩意儿里看到 Steam 的界面，感觉是不是还挺怪的呢？虽然操作起来还挺自然的，但是还是不够对位，对吧？不符合原著，那干脆我们就给它写一个符合原著的前端吧。邦巴卡邦，哇，这一下是不是就看懂了呢？我们直接还原出了辐射里的 BB 小子的 UI。第一页可以联动 HWInfo 读取硬件的信息啊，什么频率、功耗、内存占用这些都可以看到。第二页可以启动 Steam 里的游戏，后面还做了闹钟功能，还有音乐功能，是不是还看着挺像那么一回事的呢？行啊，我们还没有好好测试过这个 BB 小子呢，我有点好奇啊，咱们这个大铜板土质散热到底效果怎么样呢？那就原汤化原食，先拿这个 BB 小子来玩一下辐射4看看好了。哦，成功进游戏了啊！在这个模拟 CRT 的屏幕上面看这种黑白的这个画面，感觉还真有点像回事啊。哦，进游戏了。
我们现在在 BB 小子上运行辐射4啊，未曾设想的道路吧？哎，实际上我甚至可以在这个里面切出辐射的 BB 小子。哎，你看，可以切出辐射的 BB 小子。这个 BB 小子套 BB 小子，你还可以在里面操作，翻你自己的物品，还可以在这个地图上标记。游戏运行的情况好像也还不错。Steam Deck 本来就性能不差，对吧？完了，这个分辨率又低，它只有480P 的分辨率，我甚至跑高画质都可以全程60帧，毫无压力。找个怪儿打一打啊！哦，这里有个怪，我们甚至可以启用它的这个 VATS 模式，就是这个啊。这个其实是 BB 小子原本在游戏里的功能啊，来，我们来试一下，嘿嘿嘿，完全没问题啊，完美命中啊！这个 BB 小子很好的完成了他的工作啊，非常棒，非常棒。好，我们来看一下负载啊，这个全程480P 60帧，完全不带掉的，对吧？那 CPU 和 GPU 都只有2-3瓦的功耗，我们现在已经跑了一段时间了，对吧？这个就是60-70度的一个温度，本来我以为我们做了一个闷罐啊，这个东西风扇完全没有一个进出风的设计，结果现在这个情况来看，你只要负载不高的话，应该还是能接受的啊。好，那么在 BB 小子上玩辐射这个成就，我们算是完成了。哈哈，那我们来换个别的游戏玩玩看好了。那众所周知，辐射是一个需要操作的游戏，对吧？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游戏是不需要操作的，我们已经可以把这个手柄扔一边了。比如说啊，这个俄罗斯方块，对吧？我们其实可以用这俩波轮一路按这个波轮按键啊，都可以直接进去啊，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啊。玩起来呢，其实我们也是专门做了一点设计啊，降波就可以调整方块的位置。这个波轮的话，可以调整这个速度和方块的这个转向，给它来转几个向啊，这完全没问题。有一说一，这个还真的是像 BB 小子上最适合玩的游戏了，应该说。哦，这个波轮你看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好，来。速度加快了啊，速度加快了。哎，这个一下子能消掉好多格啊，看能不能哦，一下子就把我们之前的劣势全部给填上了。哎，它又滑了，哎。难受，直接结束战斗吧。其实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按键会互相干扰，玩起来还是略显痛苦啊。不如我们来玩一点稍微欢愉一点的东西吧。好，这个就是最适合在 BB 小子上玩的另外一款游戏啊，苍之彼方的4重奏啊，这个非常合适啊。好吧，选存档好像也不能用这个波轮，哎呀，这就很尴尬，我还是得用回这个手柄。好，其实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波轮来玩。你还别说，这还行。回顾的话啊，其实也可以回顾，你看完全没有问题。有一说一啊，这比刚刚那个俄罗斯方块实在轻松太多。这个就是反正无脑摁就行了，对吧？一直摁就行了。甚至于啊，如果觉得这个双手操作这个机器实在是太过于麻烦的话，你也可以用单手来操作啊。只要我竖起一个大拇指，哎，你看没有任何问题，简直就是绝配啊！但是呢，感觉 Galagame 对于这个机器来说还是太简单了，我们还是给它上点强度吧。要不来玩一个最近刚上市的新游戏啊，这个《生化危机：安魂曲》啊，压榨一下咱们的 Steam Deck 啊！哇，已经小到字都看不清了，正在编译着色器，这是不是有点为难？哎，好像其实还挺快的。看一下画质啊，哦呦，这个字真的很小啊！我这分辨率是什么分辨率？1280×720，720P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呀？我们没有必要开那么高的分辨率，我们把它调小点啊。其实剩下的应该都是低画质了啊。OK， 好，我不得不说啊，这个480P 的分辨率真的什么都看不清，写的啥玩意儿？我只知道这是字儿啊，这字块。哎，你还别说，这么低的分辨率下，游戏运行的非常流畅啊！来试一下这个压力最大的这个街景啊。其实整个《生化危机：安魂曲》里面压力最大的就是开场的这一段街景了，50帧左右，倒也还算是能流畅运行的。不过这个时候的画质，由于分辨率太低了，确实是稍微有点感人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这个 BB 小子屏实在是太差了，这个格雷斯的头发是真的是糊成一团啊，在疯狂的闪烁，这个噪点质感是不是有点 PS2 的感觉了？如果就仿佛回到了《生化危机4》那个时候的感觉，对吧？这个就是 480P 的画质啊，但是也还不错，我觉得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实话实说啊，在 480P 这么低的一个分辨率下，我其实很难想象这台 BB 小子，也就是原来 Steam Deck 的这个硬件，它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跑不动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跑不动的。考虑到它里面是一台 Steam Deck，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猜它们能玩动游戏这件事啊，就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啊。
能玩游戏啊，不代表它就真的能当成一台末日的这个万上电脑来用了，对吧？对，上手体验一下自家产品。自家产品。假设啊，我们现在是末日啊，然后呢，末日里是不能有电脑还有手机的，对吧？当然辐射游戏里会有终端啊，但是我们就假设我们现在就只有一台 BB 小子，你把你手机掏出来，我们就扔掉啊，全部扔掉。我们来挑战一下，就今天1天时间，能不能只用 BB 小子来办公？包括你的手机上干的事情，你电脑上干的事情，你全部都得用它来完成，是不是可能？这有点难吧？比如说我现在已经饿了，我想点个外卖啊，那你也得在这上面点。我们稍微降低了一点难度啊，因为本来 Steam Deck 是 Steam OS 嘛，那个 Linux 确实有那么一点儿不是很人性化，对吧？所以我们给它还是一点吗？装了 Windows， 对吧？好，那我们要第一步怎么操作它呢？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先把这个微信给登上。我们手机还不能这么快交出去，登微信必须要用手机。张小龙啊，那行吧，那我们就先登一下吧。哇，这是什么东西？好难用啊！我专门准备了一个为 BB 小子而生的键盘啊，你看它扫码还是能扫上的。我们这个非常高分辨率的顶级 480P 超精屏 Retina Display 啊，正在加载6%、8%、10%，就像是好像要末日了，然后我要加载这个生活资源。好，登上去了。加载完了，我已经登上去了。你这个是不是体质比我的好？你是特挑的。毕竟是我们自己产的媒体机，对吧？事已至此，手机确实可以没收了。哎，等一下，还有个东西要登录。什么？我们要登录一下飞书。不是，现在怎么什么东西都需要手机啊？这不也太扯了？屏幕正好够我放完这个验证码。好，我的飞书登上了。成功登录。你这个就是特挑的，哎，我这个就是打不开，我怎么都打不开。给你们看一下啊，现在似乎像是能登录了一样，然后过一会儿它就，而且我发现你这个风扇在狂叫，难道说这两个？难道是因为 Windows 自动更新的原因吗？你看，在你的 BB 小子上看到这样的场景，这个是工厂固件，工厂固件，不调好不？哎，你们敢信吗？就是在 Windows 自动更新结束之后，我的飞书真的打开了。不是我今天你把这个窗口拖，哎，对。啊，这个 Steam 非常的兴奋啊，他迫不及待想让你玩游戏，毕竟它本来是个 Steam Deck 嘛。好，成功登录。接下来1天时间，你要确保它不会没电关机。我现在还有2小时57分钟的续航，充电呗。我今天的目标很简单了，就是不出办公室。就这样吧，我们的手机就直接来交给我们的摄像。手机要逃走了，手机要逃走了。再见，拜拜。带上这个机器就已经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了。我操，这简直是刑具！它似乎对我的胳膊来说还是挺重的。哇，这个使用体验成功了！看这个东西还可以帮你健康生活，你每天就这样，哎呦还不行，你就不要勉强自己了，好吗？好，那差不多算是准备就绪啊，开始这个艰巨的任务吧。怎么能说是艰巨的任务呢？好好上手体验一下吧。你知道像什么吗？就像是把一个测量血压的东西，然后永久的固定在了你的胳膊上，这很健康啊！我这看起来简直现在就是一个微信 OS， 我跟你说。然后，因为刚才我们这个 Windows 自动更新耗了太多的电啊，所以我现在必须得先回来先充个电。然后我现在给它接了个 PowerZ， 我这是 PD 3.1 140瓦的充电器，我应付一个这玩意儿，我觉得是轻轻松松的。看一下啊，我觉得我应该0.25瓦的充电功率。我觉得我们这东西应该没有这么省电了。我找一下，我这还有什么充电器？1加的这个充电器，我揪不出来。哎，不重要。7瓦，我操，那这个7瓦的话，到底是耗得快还是充得快啊？看一下它这上面怎么写，91%以接通电源，更好的性能。我要设成最长续航。我觉得我现在稳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我好像只能这样坐着。那我今天就面向窗户直接自闭好了。拜拜。你知道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只能斜视来看这个屏幕办公。要是工作1天，颈椎可能直接炸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工作，今天应该首先是要写一个3星的稿子。有一说一啊，我觉得字儿还算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可以自适应。其实写稿我觉得问题不大，只是碰到那个备注的话，备注的窗会把整个窗口给挡掉。我看一下，如果我要查数据的话，它是怎么查呢？它真正的可视的范围只有一点点，因为屏实在太小了。哎，怎么它自己键入呀？得把我的这个修改权限给去掉，要不然我怕我输进去什么奇怪的东西。好吧，表格就交给技术同事去干好了。我们试一下能效曲线啊，我们的 Web UI 好像是可以适配这个界面的。把 Elite 正5拉一下能效曲线啊，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Windows 完了。这样吧，哎呀，这个真的很难用。今天这一天的工作可能会很辛苦，还是把这个重要的工作放到明天做吧。这个东西看 B 站总是能看的吧？B 站是不是也要验证码呀？没事。完蛋了，手机掏出来，你给我登一下。给你扫码。这个码是能扫得了的，它没有被截掉，我还只能登你的，我不能登我们结合湾的号。可以啊，这个 B 站还是能用的，全屏会好一点。那你看，在这个上面看 B 站的体验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你甚至都不需要登大会员，毕竟这个屏也就480p。我要把眼镜摘了吧，我真看不清楚啊！哎，我这个整个测试表格，我只能看见一个 Cinebench R26这几个字儿，成绩呢？放大缩小的这个 UI 终于出来了，我操，我看见了 ，R24的成绩是389分啊！行，刚好是 M4的一半啊，还可以啊。我操，这个使用体验太可怕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用的我好累。现在很大的问题在于，我这举了这一会儿，我已经饿了。要不这样吧，我先点个外卖吧。我操，这个什么工作的事儿，晚点再说。麦当劳。虽然我刚刚一直在吐槽微信啊，但是我不得不说，如果今天没有微信小程序，我今天怕是要饿死。哎，钟导，你今天中午吃过了吗？是啊。你吃的什么？面。你要不帮我点个外卖吧？我好像点外卖有点困难。进入什么 play 吗？要帮一下我。你自己解决吧，你不是还有牛排吗？我追着牛啃啊。自己解决。没事，相信我，我点到的。哎，我滑动可以，我要吃个巨无霸，我要找到这个巨无霸。我现在只能通过图片来看它是什么汉堡，你知道吧？我再也不吐槽那个 S26 Ultra 的那个屏幕不好了，但是我现在好像不能修改啊，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滑动它。我操！我必须要吃脆脆薯了吗？我跟你说，我现在觉得我就是那个社会适老化需要帮助的那个老年人。行吧，就这样吧，能吃就不错了。我看啊，确认并支付，二维码支付或者发送到手机微信。手机微信支付肯定不行，我现在手机都不在。二维码支付看一下。所以要么我使用手机点一下支付，要么我用手机扫码扫二维码支付。那么请问了，两个是不是都是他妈的手机支付？那有什么区别呢？哎，我看你挺有钱的。来扫一下。行吧，请你了。来扫一下，能扫上不？哎，可以，有了。哎，那可以。啊，我今天的饭就是这个我们摄影师帮我请的了。哎呦，账户不一致。算了，我觉得人一天不吃饭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算了，我不吃了。这个12点多了，我们是不是该点外卖了呀？要不吃饭吧？我们还整。他要是能买得了，我真给你买，好吧？我要不试一下，直接在美团里面或者麦当劳啊。这个付款要用微信支付啊，可是它能直接用电脑版的微信支付吗？不行，应该二维码支付或者发送到手机微信支付没有用，那怎么办？应该是有能够不用微信扫码，不用自己的这个微信钱包，应该也能买得了的吃的，可以用我们那个企业支付啊，对吧？我们办公室不是绑了那个企业的美团嘛，那就不需要微信支付了。你可以是呀，它是不是要先进那个企业？它还不像美团的 APP 一样可以直接用，它这个要每次进都得绑那个企业的账号什么，哇，好麻烦呀。哇，毕竟免费的午餐不是说吃就吃的耶。看看达沃斯的名字是不是有用？可以登进去了。我们公司的这个餐补是40块钱一顿，所以应该不够你吃的吧？我可以点个便宜点的，一个人20块的话，是不是可以？缩个饼，山东杂粮煎饼，这是什么呀？整个 UI 都是缩进去了，你让我怎么点餐？哇哦，它好像可以，能点到，能点到，可以支付了吗？哎，等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支付啊，我得试一下能不能出来。可以去结算，确认企业支付，消费说明，老板点餐，可以吗？这可以吗？试一下。加载，正在加载，能成吗？包不行的，努力加载中。商家已接单！商家已接单！牛逼！我的天哪！成功在上面点菜了！我天哪，太不容易了。哎，我估计还有一段时间吧。我很好奇，飘哥怎么点？
我们这么健康。难道和我是一样点的吗？难道？啥意思？你让我直接啃这个吗？不是放里面，一会儿就熟了。我谢谢你给我放下。哎，算了，我去找一下云飞吧。走。啊，进来。你是不是还没？嗯？他作弊了是吧？他是不是有2个手机？怎么点的外卖？直接在这上面点的。你不会还没吃饭吧？香啊，很香啊！哎，东东，这 BB 小子，你知道还能干嘛吗？他在干嘛？我现在在这个 Pod Player 里面练了一个直播员，然后它实际上是外面那个监控摄像头，牛逼！所以我就相当于是能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看到外面大办公室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你这不是监控室大爷吗？对啊，它其实有点像辐射原著里面就是 overseer 的感觉。我来看看啊，哎，这不是飘哥吗？你知道飘哥去干嘛了吗？他在干嘛？要饭去了。火鸡面怎么样？那火鸡面是泡的，你这怎么是干脆面？你要喝的也有正宗苦瓜鸡。算了，我不吃了，我饿着吧。不行啊，这不行，这波我太难受了，这不行啊！我饿肚子嘛也就罢了，但是我绝对不能让云飞这小子那个逍遥法外，我一定要今天要给他来个大的。我找个人，我想想啊，我要找谁？我找一个我在 B 站的朋友，他可想念云飞了。喂。啊？一定要今天吗？不是，我今天有视频要拍啊。啥情况 ？B 站的人刚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什么今天要拉我去杨浦干嘛？那我们今天这个怎么办？要不去杨浦拍？哈，你意思是带着这玩意儿出去吗？你难道不应该关心的是怎么去吗？坐地铁呗。你有二维码吗？坐地铁？我好像有现金，有现金，坐车还是能坐。啊，这个视频能不能不发 B 站啊？应该搞个那种挂石膏的那种东西，吊在肩上去。哟，我上一次用现金买票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还好有现金。我决定趁这个换乘的时候干一下每日，就是触摸板玩起来有点蛋疼，但是帧数好像还挺流畅的。有没有觉得是像是在看傻逼一样？是行为艺术。张工，哎，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哦，哇 ，BB 小子，这个不是，哇，天哪，这是真的，这个质感怎么样？哇，这 Windows 太10。哎，你测的咋样了？你三星的手机测的咋样了？三星手机，哦哟，那你继续忙，我要去享受我的 BB 小子了。哎，干啥呢，栾工？帮宋工装系统，他用老毛桃，我现在不是我们公司还会有人不会装系统吗？会装系统。这让我有点挠头啊！我操，我看不惯我用老毛桃，对吧？他用老毛桃的，你能看得惯吗？怎么比电拿大事情真的多？我，你在笑什么呢？没笑的，我们 BB 老师怎么样？非常的棒，哎，非常的好，特别的 nice，烫手吗？不烫啊，真不烫。我这台风扇不知道为什么转超级快，我懂了。一启动它就呜的转。作为集团的风扇仙人，它自动有超频体质，它如果是云飞带上去，那哎，你别说，云飞那台机器风扇几乎不转。就这么回事。哎哇，你看修工的这电脑，我的个天，这肯定在公司炒股的哦，就承认了，就是在公司炒股，不亏钱怎么有动力上班？那太棒了，我感觉这个东西也挺好用的嘛。哎，不知道云飞今天在路上怎么样？哎呀，我要问一下云飞啊，我不知道他这个路上情况怎么样啊？我估计他带上这个 BB 小子，应该回头率蛮高的啊。我觉得吧，飘哥这个人确实是有点大病。这人怎么骂人呢？我估计今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可能胳膊都要断掉了。没事没事，我们该干什么我们干什么。现在又是愉快的办公时间。重死了，我手都快断了。
不过其实日末日的话，应该每天都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锻炼身体了，就不会这么虚了。首先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其次我来这花了1个半小时，那最好是有点正当理由，好吧？到门口了吗？喂啊，哎，好，什么事儿？到底？飘哥让我找你啊。啊？对啊，飘哥让我找你的呀。所以没事儿？我不知道呀。啊！我靠，这个逼！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所以，要不我们吃个饭吗？事已至此，要不就吃一个，走吧。走吧。走。来，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像是绑了个石膏一样？没有抬起来。这吃饭的姿势有点爽。行，时间差不多，要不我们先到这儿。啊，行。服务员，买单。微信可以吗？啊，可以的。好像没电啊。哎，我来吧。啊，没，先让充电宝，来，好来。这个充电是很快的，没事啊，应该就能这样。键盘，来。这个 PC 版好像真没有钱包啊，完蛋，咋办？哎，算了，还是我来吧，来，微信扫码。你要不回头找飘哥报销吧？反正本来应该是飘哥付这个。好了，付过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没事，不是太不好意思。今天这过得怎么样啊？开心不？哎呀，我看你今天过得挺好。哎，你们那个饭钱之后怎么办呢？那要不你来结一下？哦，你桌上那个3星耳机我已经卖掉了，应该够你吃饭了。这对吗？好了，拜拜。Have a good night 。不开玩笑，聊正经的。这个皮皮小子，我们带了一天，实话实说，我就觉得手非常酸，胳膊粗了一圈呢，感觉已经快断掉了。你看，本来你就不怎么锻炼身体，这个非常有用，不仅能帮你这个生活便利，还能帮你这个体质更上一层楼。我们这逼逼小子就是这么一个成功的作品。这样的吗？我的体质还需要锻炼吗？需要啊，特挑是吧？尤其你 Galgame 玩这么多，当然要好好锻炼一下。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今天这个逼逼小子小整活怎么样呢？如果你觉得这种小玩意儿还挺有意思的话，不妨给我们点赞、多收藏，对吧？多转发，关注我们极客观的频道，我们可以争取多做一点有意思的这种整活的视频啊。可以再做一个更大的逼逼小子，那就不必了。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拜拜。